我呀，前2天出了点事故没有摧毁我，摧毁我的是我家人的关心。咋回事呢？我从电动车上掉下来，目前整个事发过程无法用科学解释，就是我不知道为啥人下来了，拧油门的手死不松，不光不松油门，我还不松车把，在事发瞬间果断下车，把车推进了沟里，车都懵了。我婆婆在我后边，刚开始还笑呢，因为她刚跟我们去了内蒙古，看过那个套马汉子的表演，就那个男的从马上下来又翻上去，再下来再翻上去，所以我下去的时候，我婆婆以为我学蒙古人在前面炫技呢，然后我就摔了嘛，多处皮外伤，最受伤的是后丘，也不能给你们看，当时吧其实还好，第2天整个右腿都动不了了，瘸了，而且第2天回到北京我就开始发高烧，又赶上来大姨妈，到家我就倒下了，然后我亲爱的家人们就开始各自用他们的方式对我表示关心。首先我的婆婆买回来3大袋子冰，自制了一个冰桶，让我赶紧进去，说受伤了进冰桶这是分秒必争的事儿。这文化差也就罢了，我习惯了，但是说话也不会说。她说你相信我才人，我的工作就是带智力有缺陷的孩子，智力有缺陷的孩子都很容易受伤，你看你伤得多重，快跳进这满是冰块的水池中去，像我带的那些可怜的孩子们一样，我的上帝呀！你有病，you gotta go in there。我已经有病了，拿铁看着妈妈要进这池子都哭了，可能以为妈要被嘎腰子。最后其实还是大胖媳妇算懂事的，只有这个男人懂我这个时候喜欢贴暖宝宝，他就开始找，最后在他妈住的屋成功找到了10个温迪酱薯买的冰贴，当成了暖宝宝，在妻子熟睡的时候狠狠贴了我一后背，让我真正体会到了那种感觉，就想想这段婚姻后背都一凉。贾奥达是心疼妈妈的，一直在跟拿铁说妈妈生病需要休息，但是我婆婆给她买了一对对讲机，她是这样操作的。你生病了，妈你还好吧？我们要安静一点。知道了，我安静一点。你知道了吗？你学习能安静一点，妈妈才能睡觉。拿铁你听话啊，妈妈你饿了吧？妈饿了。Katya, tell Daddy to make Mommy a sandwich, cheese and beef and pickles and butter. OK。爸爸妈妈要面条。面条 ，OK。拿铁认为这一个屋那些外国人吃的玩意儿都不行，只有这个能吃。于是他来到了虚弱的妈妈的床前，把他觉得好吃的都塞进了妈妈的被窝里。别说除了有点硌得慌，目前拿铁就算孝子了。这时候温迪突然出现，跟拿铁说啊，玉米不能这样吃，你得抹上黄油烤。我说俺们这玉米不用配黄油，你是没吃过东北黑土地里掰下来的苞米，而且这排都是精挑细选出来，感觉就是刚摘下来烀熟了那么新鲜，孩子能吃。我以为这个节就算度完了，没想到还有一个人还没关心我。我的大姑子玛丽莎工作是照顾小动物的，她认为抚摸动物是安抚人类痛苦的最好方式。她说她让我同事帮忙，帮她借来很多只，现在都搁楼下等着呢。还跟我说现在加拿大很多的临终关怀呀都是这个流程。我说不用吧，丽莎，大师说吧，我家那几个人一走，我还能对付一阵儿，我还没拒绝完呢，都来了。今天的视频呢，我是真想让你们听，让我们共同回忆童年，共同心疼自己3分钟。我和我老公最近吧，因为异地带来的挺多事儿，视频的时候就吵过架，闹过别扭。然后昨天呢，我和我女儿视频的时候，她爸不在，她跟我聊天，就跟我说：“妈妈，我觉得你很辛苦，生活对你来说应该有许多难题，我很想你，也很爱你。”我当时真是特别感动。我刚刚说妈妈也爱你，我女儿说：“但是你知道更爱你的人是谁吗？是爸爸。爸爸每天都给我做饭，陪我写作业，他特别好。然后我觉得爸爸比我更想你。”这一下给我说哭了。但说实话吧，我刚开始哭是因为我心疼孩子，他才不到5岁，你这个年龄他得是多么努力，多么小心，用他那颗小脑袋在那想，在那琢磨怎么让爸爸妈妈开心。但是后来我哭，其实我在想我自己，而且我感觉你们应该也有相似的经历。我记得我小时候2年级的时候，记老清了，就那天放寒假嘛，那放寒假了跟过年似的，老快乐了。而且我那天还考了个双百，就是期末考试双百，全班并列第1。当时我的设想呢，就是今天晚上给我爸妈一个巨大的惊喜，然后他俩乐得抢着亲我，然后全家乐得不知天高地厚。然后第2天他俩领我去买电子宠物。然后那天放学呢，是我奶接的我，我还记着回家的路上，道边的理发店放的是毛宁的《涛声依旧》，印象特别深刻。然后我就跟着唱，我奶当时一脸愁容的跟我说：“你别唱这个情啊爱呀这类的歌，你爸你妈干架了，他俩听着添堵。”我当时心咯噔一下子，我立马我就不唱了，不敢唱了。然后我回家第一件事，我就告诉我爸我妈我考了个双百，但是他俩那天气性就特别大，也没咋听我说话。完我想咋整呢？就是表演个节目吧，不唱的情情爱爱的，我就给全家表演了一首《种太阳》嘛。但是缓解气氛也是未果。后来呢，我为了让他俩觉得我很懂事，能高兴点，我还说，我说我们班同学都让家长给买电子宠物，但是我知道买玩具乱花家长的钱，爸爸妈妈赚钱很辛苦而且那东西耽误学习，所以我不要电子宠物。我老想要电子宠物了，那真是我的杀手锏了，我已经拼了。
但不一会儿这俩人就干起来了，我的努力啥用没有。而且之后那些年呢，我都不敢听情歌，尤其是毛宁的，我一听着他声，我就觉得我爸我妈要干架要离婚。然后那些年呢，我记着我经常听见有别人跟我爸妈夸我说你家孩子真懂事，像个小大人。但是再懂事也没阻碍得了他俩最后还是分开了。后来我爸我妈离婚那阵儿，我姥爷病重，然后那天是过年，因为我姥爷病危嘛，我那年就在那儿过的。然后那天晚上，年30那天晚上，我姥爷已经昏睡了一整天了，然后晚上醒了，给我叫回去了。然后他就问我说：“这年30，你是不是也想你爸，也想你爷爷奶奶？你要是想他们，你就去找他们过年去，你不用怕你妈不高兴。大人把他们那点破事都倒到孩子身上，那是他们大废物。等你长大了，你会永远活在这些破事之中，也可能你也会活成他们那样的大废物。但是到那时候，你也就理解他们了。但是你现在是个孩子，你现在一天这么懂事这么累，你将来长大得多后悔。再说这辈子这么懂事干啥呀？人活到最后不都懂事了吗？那天年30，外边全都是礼花鞭炮。然后我姥爷和我说了那些年对我最重要的话，然后他就晕过去了，然后几天之后他就去世了。我今天说这些可不是在贩卖同情，因为我觉得你们所有人应该你们的童年都有相似的回忆。我挺感激，因为录抖音，我有这个机会把这些东西记录下来。我也希望我女儿将来长大，她成为妈妈的时候，也能回头听听我今天说的这些话。今天是儿童节嘛，我想说的就是让我们都回忆一下童年，去心疼心疼那个曾经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哄爸爸妈妈开心的那个小不点的你，然后和当年那个小心讨好但是不知所措的自己和解，因为那都不是你的错。然后呢，再看看你可爱的孩子，心疼一下他，你自己的情绪自己的问题尽量自己处理，别让你的孩子那么小活成一个小大人那么懂事。我姥爷说了嘛，人活到最后都懂事了。妈妈，我爱你，想你，妈妈。都说撒娇女人最好命，哎，也怕碰到精神病。我和大胖媳妇结婚10周年，这次呢想不带孩子去香港过个浪漫的纪念日。我寻思平时都是我花钱，太独立女性了。这次我也撒个娇，我说老公，这次香港你负责一切，我就负责享受。然后我有一个小要求，我想坐公务舱。他说行。到了机场，一半登机经济舱。他说要不然公务舱今天也没座。我一问空姐，有的。我说你差这1300不？他说差。我说钱呢？他说充麻辣烫年卡了。广东人都说好耶。到了香港，我们就去入住了，也是他说他精心做好攻略选择的酒店。进那个楼，我就觉得不对。酒店前台让他摁的那个电梯按钮，也是命运给我爱情下的定义。进去之后啊，越来越不对。一问，这是一个胶囊旅馆。大胖媳妇说：“咱俩今晚睡这个胶囊呢，它会有点挤，但是结婚10周年纪念日，越挤越浪漫。”话音未落，工作人员说：“你出来，给他请出去了。”他完全没想到，他订的这个胶囊是男女分寝。人家说你本是男儿郎，而这屋是女胶囊，你得离开2B去3B，再开个胶囊，留我一个人，我进胶囊了。我躺在胶囊里，我就想不管多苦，为了爱情不离开。没想到我忍住了，他自己出去开房了。咋回事呢？他在工作人员领他试睡体验的时候，被下铺老头投诉了。这老头说这个胶囊他上去之后就变形了，给其造成了恐慌。工作人员看着也觉得不妥，就跟他说这个胶囊的设计它不适合他这个体重的人住，给他劝退了。最好笑的是劝退之前，大胖媳妇和这个炒股老头之间还有一段经典对白，给这酒店的工作人员笑完了，后来给我转述的。那老头吧在底下说我怕他。大胖媳妇说谁呀？老头说我。大胖媳妇说你咋的了？老头说我怕他。大胖媳妇说他是谁呀？老头说你。大胖媳妇说你怕我干啥呀？老头说我怕你他。大胖媳妇说他是谁呀？他是谁呀？胶囊旅馆把他赶走了，他只能自己出去找酒店。香港走一天这么劳累，他还活蹦乱跳，就他这坨膝盖压力是我2倍。多亏1节高钙氨糖，专研金三角配方，5效合一滋养软硬骨，氨糖全球销量第1，在国外经常都卖断货。他和温迪都吃，要不冬天敢穿大裤衩子呢，腿抗造。晚上我给打电话，我说你给我拍拍你在胶囊里啥样。他说我不在胶囊里呀，我住酒店了，还挺贵呢。胶囊旅馆把我驱逐了。我说你现在此刻马上来2B胶囊把我给接走，他就来了。我说你出去开房为啥不带我呀？整老半天住胶囊旅馆的意思是我住胶囊，你住旅馆。他说那胶囊的钱和旅馆的钱我都花了，那咱不得一人住一个吗？要不多浪费呀。你脖子上顶个啥呢？这是礼貌。你礼貌吗你啊？到酒店人还委屈呢，说我到现在我也没明白，凭啥给我撵走？那你为啥走啊？因为一个老头。你把老头咋的了？我没有碰老头，他就说他怕他，他怕他玩的。他是谁呀？还有别的老头啊？哦，好多。我老头。不老头，那你老头。那老头他怕的是哪个呀？我不知道，问他呀，怕谁？他说他怕他。我说什么？你怕谁？知道怕他？谁怕？他到底怕谁呀？怕谁呀？他怕谁？
他到底怕谁呀？他怕谁呀？他怕谁呀？